阿好在哪？他应该是出宫买琴弦了。教坊司的琴弦都是由他负责出宫购置。买琴弦需要带着琵琶吗？你回内业局带人速去信王府。是。金二郎，好久不见，快起身。许久未见，信王去教坊司，想着趁出宫买琴弦的机会，来府上为信王奏上一曲《千山渡》。这首曲子我也好久没听了，请吧。信主，查到什么了？承恩宫停工是因为忽然有个闹鬼的传闻，传出闹鬼的时间正是2个月前。寒凉夜间去，往事曲中游。昔年与君合，今生月九州。静好，把我的软线拿来。是。二郎，你弹错了，玉书会不高兴的。王才女会不高兴的。啊！不要！是你害死了玉书。王爷，王爷，快传御医！县主，柳一成辛苦了，夜路难行，可要小心脚下，千万别像信王一样扭伤了脚。是。县主请放心，信王不是扭伤，静养几天，便无碍了。得劳烦你回去仔细记录，若是记错了，县主说笑了，属下定会将王爷扭伤的情况细细记录，绝不出错。玉书，我替你报仇了。阿好，我竟然没有察觉到那个人会是他。信王对教坊司的乐人都和蔼可亲，
我以为他只是欣赏玉树的才华，可当我意识到玉树被册封后，他再没来过教坊司，我才知道我之前有多傻。我听闻县主和太史丞查到了承恩宫，承恩宫是信王负责修葺的。我越想越慌，直到我看到了这个香囊。他竟然叫他玉书，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叫他？那么冠冕堂皇，说着欣赏玉树才华，对他以礼相待的男人，却也是令玉树有孕，最终害死他的男人。韦贤妃来了。夏兄先去稳住他们，我随后便到。都是奴婢的疏忽，害得王爷受罪。不必自责，人嘛，难免百密一疏。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参见韦贤妃。早就听说太史局有位才俊，在内野局协助办案，但我现在想见的不是你。韦贤妃去看过信王了吗？那贱奴在哪？行刺王爷之人已经关押。只是关押。他敢刺杀皇嗣，理应当场处死。那月季该如何处置，自有律法定夺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，是要韦贤妃拿个主意，此事是不是当真要查？他刺伤皇子，岂能放了他？自然不能放过。行刺之事好查，我定会给韦贤妃和信王一个交代。但现下我有另一笔账要算，还请韦贤妃也能给我一个交代。韦贤妃认得这个吗？县主想说什么，直说便是。看来是认出来了，这不过是截蜡烛，韦贤妃怎么一眼就认出这是你承恩宫中的蜡烛呢？应该是靠着蜡烛里这些粉末吧，这些都是催情的药物。那晚我和太史丞就是被他所害，这件事，韦贤妃要如何交代？承恩宫是我的地方不假，但我尚未搬入，这宫中的蜡烛嘛，恐怕与我难有干系。如果韦贤妃做事再谨慎些，我就真的毫无办法了。可惜你太不小心了，这些粉末掺进蜡液之时，混进了别的东西。你越说，我越听不懂了。韦贤妃太过心急，这药粉了，蜡液了，自然与你扯不上关系。但你贵为贤妃，对于重塑蜡烛这种粗活，恐怕不太熟练。蜡烛脱模之时还没有完全凝固，这个上面
是会留下指纹的。指纹是独一无二的，印在蜡烛上的指纹，和你直接在上面刻名字没有区别。那日房中一共有2枚香烛，内业局已经将上面全部的指纹都踏下来了。想要查，并不难。太史城最善这个，很快的。我既答应过你，任你调查，便也没有反悔的道理。这种粗活，韦贤妃自然不会亲自动手，想必会找一个信得过的身边人代劳。我信得过的贴身工人，便是外边的4位，县主大可以去查。40枚指纹嘛，太史城不是什么难事吧？我只需要查1个人的指纹就可以。那个人可以随意出入宫中，且不被人怀疑，还能被你信任，为你办事。我的确是答应过县主，若要查玉清宫和承恩宫，我定会配合，知无不言。县主觉得静和有嫌疑，我自然不会阻拦。静和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玉清宫的女人是有担当的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这些蜡烛是奴婢准备的，请县主降罪。你本想为信王遮掩丑事，却画蛇添足，坐实了此事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促成了本县主一桩姻缘，我为何要降罪？我还没好好谢谢你。我担心信王与王才女幽会的事情被县主发现，但是我太笨了，害了信王。不，是你爱慕信王，护主心切。如果没有你，王才女和信王幽会之事，恐怕早就败露了。信王是个好人，信王为人亲切，从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宫人而轻视我。我偷偷仰慕他，但我也知道，这种仰慕只能到此为止。信王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追查信王的行踪，但那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。信王好似很迫切，并没有发现我跟在身后。你认出了他？她就是被圣上看中，册封为才女的焦芳司软贤娘子王玉书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才察觉到信王留宿宫中的日子变多了，几乎每次他都会隐夜外出，与那娘子幽会。我担心信王被人发现，也怨恨他为何要这样做。这件事，除了他和王才女，
还有我一直在守着这个谜。每当他出门幽会，我都会守在角门等他。一旦有人发现，我就可以提醒他。过了子时，听到木门声响，我便会默默回房。信王不知道，他这样做，最提心吊胆的人是我。在你并未阻止他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我也不敢。我担心信王发现我知晓此事，会连我都避开，那我岂不是更加无法保护他了？我只能庆幸，最先知晓此事的人是我。信王行事越来越不谨慎，我担心他被人发现，所以我必须做点什么。于是你决定杀了王才女。为什么不呢？我是能阻止信王与他见面，还是能阻止王才女继续纠缠信王？杀了他，最简单，最痛快。说真是这么简单，当然痛快。但你一个小小的宫人，连和王才女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又有什么能力能将毒药掺在她每日都要服用的汤药里呢？你若是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喜欢的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自然可以做得到。圣上遣人出宫，我便去求贤妃，求他让我离开玉清宫，去服侍信王。我当时并未在意，景和跟我多年，细致体贴，他要去服侍真儿，我放心，也愿意。索性将他赐为真儿的侍妾。就算你守在信王身边，也仍无法阻止他和王才女见面。我是无法阻止他与王才女见面，但是我发现，他们不只是幽会，而是密谋。但是我发现，他们不只是幽会，而是密谋。果然，我从他贴身的衣物里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木盒，木盒里面藏着2粒药丸。碧溪丹。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，但是我害怕极了，这一定是那个女人的主意。那日你在信王面前失态，打翻了饮子和点心，是因为你认出了那个药瓶，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我没有想到县主真的找到了那瓶毒药。我知道你在试探我，但我哪怕暴露自己，我也不会让信王被你骗着吃下那瓶毒药。想必县主也知道，那装蝴蝶的盒子是安南特产的皮藤。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定不会让那女人拖累信王。信王上辈子一定积了不少功德，才能得你如此爱护。但若想将这味药神不知鬼不觉的下在太医署开给王才女的汤药里，并非你一人能完成。太史丞太小看我了。宫里的主子们纵然位高权重，但若真想做成什么事，还是要靠着我们这些小小的宫人。杨子要去哪儿啊？
静和杀了人，证据确凿，要杀要罚，交给县主。但是真儿到底做了什么，我要亲自去找他问清楚。私会妃嫔是大罪，不能任由宫人攀咬。静和的故事好听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动人。可惜刚演到蝎子，娘子的故事还没讲呢，我怎么舍得现在放你走？生死大事，你不要玩了。这贱奴为何在此？你是要包庇凶犯吗？娘子别着急啊，娘子应该认得这把软吧？是你送给王才女的，她恐怕并不喜欢，收到以后一次也没有碰过。毒药、蝴蝶、蜡烛，的确是静和所做，可萌动杀心的人，从来都不是他。你爱慕信王，你又怎么忍心杀了他所爱慕之人？可母亲就不一样了。身为母亲，你怎么会没有察觉信王频繁入宫，并不是因为孝顺？他想见的另有其人。杀玉书是你的决定。你知道静和倾慕信王，即便他想要为信王保守秘密，也还是扛不过你的逼问。不，是我出卖了信王。贤妃知晓了信王的秘密，我一直悬着的心反倒落了地。信王承认了他与王才女密会，其余的什么都没说。你怎么会允许一个小小的宫人妄想信王？即便他只想成为侍妾，是你将静和送去信王身边。因为你需要他从信王那里打探消息，而你自然不会推辞这样的好事，也很懂事的知恩图报。那碧玺丹是你给魏贤妃的，你偷走碧玺丹，信王没有察觉吗？他很快就发现了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在为我担心，静和。你不需要总是跪在我面前求我赎罪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我们都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。王才女有孕了，请母亲帮我将她送出宫去。你都干了什么吗？你去见王才女，根本不是因为欣赏她的才华，与她惺惺相惜。惺惺相惜，实在是讽刺。那个贱婢实在胆大，已经与我的真儿
珠台暗结，实在是恬不知耻。你二人配合的真好。害死王才女之后，为了防止有人去查验尸体，韦贤妃安排了松木爆花和河柳木棺材，静和则是精心准备了那一盒漂亮的蝴蝶。就算他已经死了，你们也没有放过他。那他为何不肯放过信王？我也不忍心信王痛失所爱，可信王已经完全被他蛊惑了。他为了求韦贤妃，宁愿自己在雨里跪1个时辰。多亏了云香伞。云香伞，不是碧溪丹吧？正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何为云香伞？你给他吃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何为云香伞？是毒药，是无色无味、杀人于无形的毒药。为何？因为他是疯子，所以他必须死。我曾经对他好言相劝，他就是有言不进。我知道你们在谋划什么，正儿太天真。你们的计划并不高明，总要试试才知道。贤妃若是能帮我们保守秘密，也是功德一件。功德是造孽啊！你一个教坊司的乐伎，只一夜之间变成了正八品的玉妻，此后衣食无忧，这是多少深宫女子求之不得的福气，你有何不满足？活着若只是贪图衣食无忧，未免也太无趣了些。我不缺钱，进宫只是为了学习琴艺。你所说的福气，我看不上。能被圣上赏识，是不上的尊荣。于你是尊荣，于我却是牢笼。若被圣上赏识的代价，是让我后半生永无自由，这赏识我不要也罢。那你就要罔顾人伦，为了你的一己私欲，害我正儿一生。罔顾人伦，一己私欲，害人一生。贤妃这字字句句，我竟不知道是在说我，还是在说圣上。圣上的年纪做我父亲尚有余，只一时兴起，害我成了玉妻，却又再不见我。我本可以离开这深宫，如今只能在这里孤独终老。你只是不甘心，这么快，自己便失宠了。我是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轻易被人改变。玉树，你想过没有？是你想要的太多了，宫中妃嫔拥有的不过如此。你想要荣华富贵，就去争宠；你想要悠闲自得，就安守本分。如果我想要自由呢？不被圣上记挂，同样也不必被约束所缚。你不
不是喜欢太软吗？你自己住着这么大的寒凉殿，无拘无束的，你想怎么谈就怎么谈，不也是自由吗？人有的血才是自由，委曲求全，苦中作乐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如你一般贵为贤妃又如何？可怜。人只有太多的非分之想，才会可怜。恪守本分，识大体，自然活得自在。贤妃娘子这么多年恪守本分，就没有一丝不甘吗？被自己郎君冷落的日日夜夜，真的能靠识大体撑过去吗？我有圣上的敬重，还有我的正儿。我们不是同道，各走各路。我本不必和你说这么多。不送了。哼，你大概以为我只要不从中作梗，你就可以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？你恐怕不知道，妃嫔死后要在灵宫殿停灵再下葬，碧溪丹的时间和剂量稍有不慎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下葬前醒来会被守卫发现，下葬后如果不及时挖出，你就等同于被活埋。正儿虽然是个王爷，但想悄无声息地把一个玉妻带出灵宫殿送离西京，谈何容易啊！你这一路上，只要有任何意外，都会没命的。我们一直在自说自话。我与信王计划周全，我自会脱身。他不知道，一个母亲能为孩子做出什么。我知道，他不会轻易甘休，一直派人盯着他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敢派人到太医署，请医诊为他看诊。一旦医诊看诊，他有身孕的事情就会败露，我的真儿就会被牵连，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永远都是真儿的威胁，所以他必须死。你买通了医正，在他的安胎药里下了芸香散。是。然后你哄骗信王说，愿意帮玉叔假死离宫。只是玉叔因为服用碧溪丹过量，没有醒过来。是。母亲，你为何什么都不告诉我？真儿，你性子醇厚，心又软，才会被别人哄骗。那女人她不爱你啊，她只是为了利用你。你忘了她，忘了这件事情，将来你会有一个堂堂正正的王妃，也会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孩子。母亲就没想过，为何玉叔敢找医正诊治吗？要么就是他犯蠢，要么他就是想以此威胁我、报复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该死啊！不，不，是我太蠢了。
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世间那么多的女人，你为何偏偏被他蛊惑？从小到大，这是宫墙之中，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蓬勃的女子。在教坊初见玉树时，我便倾心于她。我知道她的心之所往，不是我能给的。她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是带着一把软弦游历天下。所以我不敢做绯闻之相，能偶尔与她切磋琴艺，作词写曲，便已知足。我知道她快要复完乐仪，便能立功。我虽心有不舍，但也是真的替她开心。她希冀的生活，也是我想要的。我不能拥有，他能替我去看看也好。直到那天，父皇临幸了玉树，玉树呢？今夜之宴规格颇高，琅琊郡王府及刑部皆调派了人手来保卫安全。贺生，文宇，你二人就在这宜华街附近放火，将人引开。好，要是动静闹太大了，圣上那边怎么交代？圣上已经去了万安山听秋玄大师讲经去了，不必担心。这条暗巷及周边2条巷道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里有李宗旭部署的暗卫。安慰的事情，交给我和晋父子吧。夜宴先有秦王破阵乐，后有舞姬献舞，最后是我和李前兆的灵鸟献化。献化前，要将御史案的正午血女图与千秋盛世图对调，让儿子亲自奉上老子的罪证，也不知道心里是何滋味。到时候我会同采莲一起揭露李宗旭的罪状。李宗旭出发去夜宴后，我会入府取正午，在灵鸟献化前送回来。既然这样，文宇，今夜你别去宜华街了，去琅琊郡王府外接应丹心吧。明白。这便是琅琊郡王府特制的金玉剑。既然他想栽赃你，那我们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给他来个人赃俱获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届时我会在场内巡视，以应不时之需。大家行动务必小心。顾文宇，那个混账东西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敢把伤疤露给你看，是因为我已经想清楚了。顾文宇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你说了这话可不能收回去啊，也不能变来变去。从今以后，你可不能光对我一个人好，还得对黑仔好。什么都先惦记着你的黑仔，不如以后他睡他，我睡地上。说什么呢你？不喜欢？不是，我从小跟着阿耶一起放牧、学驯兽，习惯了跟动物相处。他们自由来去，聚散有时。我从未想过跟一个男人长相守。突然之间，有点恍惚了。你可以把我当一只小动物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彩莲，等恶人落马，我就陪你回通泉县。
将伯父接来圣都，这样你以后也不用想家了。一言为定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去准备了。顾文宇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得过来一下。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顾文宇，看来我们采莲要和心上人终成眷属了。我也听平安说了，顾文宇这家伙不错，性子又好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恭喜，谢了。啊，清俊，你怎么从赌坊过来了？刚好，这账目啊，我有一些没弄明白，赵玉他又不在，就过来问问你。账目的事不着急。今天啊，别忙了，去喝顿好酒。嚯，这什么喜事啊？也算不上喜事，我们要做件惩恶的大事，去揭下一个伪善之人的面具。哎，喂，虽然我是个清教头出身，但我什么都会的。你不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？有什么脏活累活，我可以干呢。这样吧，今晚有个点火的活，倒是一起去。行。少成啊，你一直想走上高位，要真是到了那一天，你打算过什么样的日子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想过。我只是不希望芒沟人再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了。1个月前，我看到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今天看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就烧了他！孩子捡了书，他爱看就让他看吧，你烧他干啥呀？这些书最大的用处，不就是拿来烧火吗？看这些会把心气看高了。他还小，不懂得他将来既不能科考，也不能为商，只有给人做奴仆的份儿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锻炼念想。你别烧啊！你放开！古叔，我听说有种草，生命力极强，它在哪儿都能生存，因为它能去，也能直，而去，往往有时候比直更难。我愿意做那驱山而行者，只希望有一天，备受欺压的芒沟人都能够停止脊梁做人。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。我们在这儿放火，那夜宴上会发生什么呀？送礼送序，一份大礼。等会儿你去那边，记着，放完以后马上跑。行，去吧。哎，你今天来早了吧？
今儿不是与民同乐吗？我也想着早点收了，带孩子凑凑热闹去。你可别把人给熏着了。去，跟我从后面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久闻破阵乐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！琅琊郡王今日设宴，是为接大风与硕丹两族之好，以5月迎客，是不欢迎我等吗？贵使此言差矣啊！大风与硕丹联姻本是强强之交，以此午宴客，扬我大风之威，方见重视与诚心呐。扬大风之威，好那我硕丹，这破阵乐气势磅礴，我很喜欢，不必多说了。叶心使此刻的心思，当不在欣赏这破阵乐上了。袁少卿不也一样吗？兄长，从入座开始，这武良臣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那位公主。只可惜，公主眼里只有兄长你一人。那又如何？能得硕丹公主的青睐，兄长难道不动心吗？边关未定，何以为家？若有朝一日，我真的要踏入那硕丹的王庭，也该是以大风将军的身份才是。这是最后一件茅厕。哎呀，行了，就那儿，你自己去吧啊。谢谢啊。好，好，哎呀，此舞能得嘉悦公主赏识，实属荣幸啊！啊，只是这将士之舞少了一位真正的将军，终究还是缺了些士气啊。哎，方才我看武将军对这破阵乐也颇为欣赏，早知如此，应该让武将军领阵，那气势定然更为恢宏。
阿爷，武将军乃是左威卫大将军，怎可献武于人呢？哎，李兄此言差矣。今日这宴上主宾乃是嘉悦公主，武将军又是驸马人选，登台一展身手，方为对嘉悦公主的重视呀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兄长乃常胜将军，威名远扬，在朔丹亦是人尽皆知。倒是李郎君，无实职亦无功绩，今日登台的机会，该给你才是。狼阳郡王真是大公无私啊！你怎知我没有准备？武舍人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圣上特允我今日设宴，除却为使团接风洗尘之外，也是为了在座诸位大封才俊，能得一在嘉悦公主面前露脸的机会。方才我见嘉悦公主对武将军颇有好感，哎，不如就从武将军开始，如何呀？狼阳郡王言重了，今日在座的各位多有文武双全之才，我无意争锋。听这话，武将军好像未曾准备，那岂不是辜负了圣上的美意吗？